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，怎么防着。他们肯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！大壮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先送太太回去吧。好，我不怕。夫人，走吧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不怕。慢点，我夫人，不怕。慢点，慢点。哎。 小石头，哎，你去给我估辆马车，我想去山西。啊，你要亲自去啊？对，我放心不下。不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，您根本进不去啊。就算您进去了，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？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。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先在这儿。 把太太稳住，把药铺照应着。再说了，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。就现在这样，分店还能开业吗？溪水有鱼往荆起，越过龙门龙飞升。杨柳3尺金线垂，桃花万朵芳线能。啊，这个。 坤为地，为顺；兑为泽，为水。水泽变也，意味着家业顺遂，财运亨通啊！施主家人必定丰胸化吉啊！你可看看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 开业大喜，进鸟复归。放心吧，新店开业那一天呐，人就回来了。哦，开业那天啊，对，开业那天。哎，慢走啊！好。 真的，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。哎呦，那就还选在15，分店开业。哟，左老板，王老板，恭喜啊！ 您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，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 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后后，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呢？ 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，没几天2人就都没了。
没了，我的大孙儿，我的大孙儿啊，我姥爷。太太，太太，大顺儿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了。我怎么活？大孙儿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西念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爹，大哥，爹啊，孩儿不孝啊！大哥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！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。我错了。二婶回来了，娘想你啊！娘想二婶啊！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你别害怕啊，老二在这儿呢啊，别怕。娘，大姐，二婶懂事了。大嫂，是从今往后，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会好好的疼她。我的婶懂事了。娘，我再也没有爹了。大哥。前2天我看你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去汪洪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白术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制呕的香囊。
少奶奶。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小石头，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。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收好这个，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，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，大少奶奶，哎，阿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阿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？对。娘。三爷。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？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。啊，三爷在，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，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这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个妇斗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
顺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行，您是最清楚的。你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性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她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呢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，一夜之间我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帅来打理，并且有5成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宋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，爹怎么说的？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宋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逼我。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妇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不配！拉住他！放开我！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。宋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宋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打人很痛的，我不怕痛。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宋明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。偷偷的，宋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宋平，宋平，
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宋平，宋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吗，娘？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，你听娘说啊。二顺，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一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反正就是办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，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，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回头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？哎，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。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，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、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，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儿。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。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！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。后悔没有用了，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。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
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药铺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。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。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，在这儿待着吧。娘，你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。唉，怎么娘？还是不听劝啊？这女人可真犟啊！就以她那个性格，我跟你说，她是绝不会低头的。要我说你就放了她就行了。不行啊，这可绝对不行啊！我要是把她给放了，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，我还怎么做生意，怎么在北京城混啊？可是你这么圈着她，这时间长了，她不是个办法呀！你别玩了，干什么？这行了，行，不哭啊！哎，好孩子，不哭。行了，不哭了。不哭。有办法了。娘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轩轩说他想他娘了，我带他过来看看嫂子。去吧，上娘那儿去。轩不哭了，娘才不怕。哎呦喂，这头发怎么还脏啊？别碰我！轩不怕。嫂子，那天我可就发现了，你凶起来不好看，笑起来才漂亮。陈二叔，你跟我这样说话，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哥来找你吗？唉，好吧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那天三爷说的话，你可都听见了。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你也得认。认不认？不认。你认不认？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可别逼我啊！也是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我就卖小的。
二顺，你不是人！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！我杀了你！顾少华，药铺跟你闺女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你可是个生意人，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？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好了，轩轩不哭了啊！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。这是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，求求你把轩轩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都给你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啊！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谁知道啊？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？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。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。那二少爷呢？嗨，甭理他。怎么能不理他呢？他好歹也是东家呀。是啊，他给你发工钱呀？二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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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齐了。哦，回二少爷，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。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。进来吧。怎么的？你让我回齐州老家？您带着嫂子萱萱，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，一块儿回去吧。你这万一这三寿帮要找上门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，连三寿帮一根毛也没见着。那事儿都过去2年了，早没人提了。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。娘哎，回老家您更习惯，
娘，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。娘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，您跟这儿待着，难免会睹物思人，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。回老家呢，一来是换个环境，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，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。娘，咱家突然少了2个人，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。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，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？你们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，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。我算了一下，这1年下来，能省100多个大洋。省多少？100多个大洋，还不止呢。在北京城啊，这1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1年的。你们4口人，您算算，能省多少？这4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。是。娘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，就算她想守，可这北京城哪哪都是坏人，她未必守得住啊。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大哥交代？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柴放哪儿啊？啊，放里面吧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放里面。放里面。好嘞。放这里面就行。那就还是回去。行，娘说了算。娘，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？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？哦。娘走到哪儿了？快到家了啊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呀，姑爷啊，姑爷，我的姑爷啊！哦，我的姐夫！娘，哎呀，婶儿。哎呦，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也太早了，婶儿。娘，大哥，嫂子，来我屋里坐吧。我先去，我一会儿来看你啊。哎，行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重啊。别哭了啊。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？娘，她叫萱萱。萱，去叫姥姥，给姥姥去。姥姥。萱，这是舅舅，这是舅妈。舅舅、舅妈。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娘，大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大顺走了，但这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。韶华，你以后
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，少说多做。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，善待你们娘俩。娘，我的事儿我知道。哎呀，娘，妹妹那么精明能干，没人亏了她，放心吧。少华，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？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啥意思啊？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。少华，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以陈二顺这德行，2年吧，可能都超不过2年，陈家就给被他败光了。所以我得想办法，自己做点生意，给我和萱萱留一条后路。姐啊，我还在想一个事儿，说没就没，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。